各位老朋友，你觉得轮回一定是等到我们10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吗？还是说，它其实是我们当下每天都在经历的拉扯，操劳了大半辈子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我们常常感叹日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，为了家里的大小事烦心，为了得失纠结，为了别人的一句话生闷气。这种得失之间的拉扯，以及这种总觉得心里不得安宁的感受，真的让人非常疲惫。其实这往往是因为我们看不清自己是如何被困住的。今天我想和你聊点特别的，我们不去说那些艰涩难懂的大道理，而是透过佛陀在《楞严经》里留下的12类众生的智慧，一起来找寻让心安定的方法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会发现，放下那些执念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我们完全有能力卸下重担，找回内心真正的平静与安宁。佛家把这个世界上的生灵，主要分为了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这4种。但是呢，在《楞严经》当中，这个分类被拓展成了前所未有的12种。除了我们熟悉的这4种之外，还有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，以及非有色、非无色、非有想、非无想等等，一共12类众生。佛陀在《楞严经》里说，这12类生灵的背后，每一类都隐藏着一个直指人心的根本智慧。这12类众生的秘密，就像是佛陀慈悲留给我们的12面照妖镜，它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照出你我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无明与执着。佛陀说，这叫做世界颠倒。如果你连我们的心是怎么颠倒的都看不清楚，那你不管学再多的知识，听再多的道理，心里的那份苦依然是解不开的。这12类众生其实就是12种捆绑我们心灵的枷锁。如果你能够透过这12面照妖镜，看破这背后的根源，你就能看清楚整个烦恼运行的机制，甚至只要一转念，就能跨出这无止境的纠缠，找回内心真正的清净与自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心静下来，一起照照这第一面镜子，暖身，看看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被困住的。在《楞严经》里，佛陀是这么说的：由因世界虚妄轮回，动颠倒故，和气沉，84000非尘乱想，如是故有卵象劫难，流转国土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天书？大家别慌，我们把它拆解开，用白话文跟你慢慢聊。首先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卵生这种生灵呢？佛陀说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叫做虚妄。虚妄这2个字开头就是个王炸，我们经常在佛经里听到这个词，最有名的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很多朋友一听到虚妄，就会误解，以为佛家是在骂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说我们活着没有意义。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佛家说的虚妄，重点不在于假，而在于短暂。你看看露水，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；你看看闪电，再怎么耀眼，也是一闪就没了。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出现的时候很真实，很明亮，但转瞬即逝，没有一个是能永恒存在的。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你看得到的，摸得到的，甚至你心里想得到的，都是因缘暂时凑在一起，暂时形成的。等这个缘分尽了，它就散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生活里体验到的快乐，是不是暂时的？我们感受到的痛苦，是不是也是暂时的？举个最真实的例子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晚上下班回到家，累瘫在沙发上，拿起手机开始滑短影音。那一刻，那种新鲜感
那种被逗笑的兴奋感是非常真实的。可是仔细回想一下，刚才划过去的那个笑点，现在还有感觉吗？那一点点快乐的感受，其实早就跟闪电一样，一闪就蒸发了。现在很多人会用各种理论来解释，说这是因为大脑分泌了多巴胺，多巴胺把我们对快乐的胃口给养大了，驱使着我们不断地往下滑，不断地去寻找下一个刺激。但在佛家看来，多巴胺只是一个点火的引线，真正让我们停不下来，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背后那个源源不绝的油箱，也就是我们对虚妄的执着。快乐本来就是短暂的，可是我们偏偏有一种执念，我们渴望把这种短暂的快乐变成永恒。我们在心里自动补全了一个错觉，刚刚那个感觉太好了，我要让它再来一次，我要让它一直留着。这就像是一个人拼了命的想要伸手去抓住一道闪电，想把它装进口袋里一样，这怎么可能抓得住呢？抓不住就会失落，就会痛苦。这就带出了佛陀说的第二个概念，动颠倒。我们原本的心，那个妙明真心，本来就像一面平静的湖水，如如不动，清澈见底。可是因为我们看不破虚妄，我们的心开始跟着外面的境界跑了，看到好吃的心动了，想吃；听到别人称赞你，心动了，想多听几句；遇到一点小挫折，心又动了，觉得天都要塌了。我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被外界扰动，这就叫做动颠倒。因为这种随波逐流的动，加上世间各种因缘的交集，于是我们的心里就产生了佛陀所说的84000种飞尘乱想。飞就是往上飘，躁动不安，心浮气躁；沉就是往下掉，昏沉迟钝，提不起劲。我们每天的念头就在这上下起伏中不断拉扯，一会儿想着要更多更多的快乐，一会儿又被负面情绪往下拉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。这几万种乱想像一团乱麻一样死死纠缠着我们。佛陀用卵生来比喻，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的心被外境困住，就像是被困在一个坚硬的蛋壳里，我们在自己的妄想里作茧自缚，看不见外面的广阔天地。这第一面照妖镜就已经把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和执着照得清清楚楚了。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幸福，其实只是在追逐一道又一道注定会消失的闪电。既然我们知道了快乐和痛苦本质上都是短暂的，我们的心是因为动颠倒而受苦，那具体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把这颗躁动的心安顿下来呢？佛家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修行方法，叫做观生灭。为了把这个概念讲透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佛陀亲身经历的公案。这个故事或许更能贴近我们现代人每天面临的焦虑与挣扎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天，佛陀带着他的弟子阿难尊者走在出外弘法的路上。那天气候很热，佛陀觉得有些口渴了，刚好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小溪，佛陀就转头对阿难说：阿难啊，我有点渴了，麻烦你拿着钵去那条小溪里帮我打点水来吧。阿难拿着钵走到小溪边，可是很不巧，就在他刚到溪边的时候，突然有几辆载满沉重货物的马车轰隆隆地从溪水里横穿了过去。原本清澈的溪水瞬间被马车的轮子搅得泥沙俱下，变得非常浑浊。阿难一看，这水这么脏，全是泥巴和碎叶，这怎么能给佛陀喝呢？于是他摇摇头，拿着空钵回去了。他对佛陀说：世尊，刚才刚好有马车经过，溪水现在太浑浊了，根本没办法喝，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吧。
前面有一条大河，那里的水肯定干净。但是佛陀却没有起身，他微笑着对阿难说：不急，你再去一次那条小溪，帮我打水。阿难心里虽然有些疑惑，但还是听从了佛陀的话，又走回了溪边。可是水依然是浑浊的，阿难只好再次空手而归，告诉佛陀水还是脏的。没想到佛陀依然平静地对他说：阿难，你再去第3次。这一次，阿难没有马上转身，他站在溪边，心里有些无奈和烦躁。可是，就在他静静站着的这段时间里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没有新的马车经过，也没有人再去搅动溪水，水里的泥沙慢慢地往下沉淀，枯枝落叶也顺着水流飘走了。没过多久，那条原本浑浊不堪的小溪竟然又恢复了清澈见底的模样。阿难满心欢喜地打满了一钵清净的水，端回给佛陀。佛陀看着清澈的水，对阿难说了一句无比深奥的话。他说：阿难，你看，要让浑浊的水变清澈，你不需要去用力做任何事情，你只需要静静地等待，不去搅动它，泥沙自然就会沉淀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就是佛家所说的观生灭最生动的写照。这条浑浊的溪水，就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突然升起的烦恼、焦虑、色欲，或者是各种起伏的情绪。当亲戚在家族群组里发了一条冷言冷语的讯息，当孩子不听话顶嘴，当我们看到网络上那些诱发欲望的画面，或者到了夜深人静，突然觉得人生很孤单、很委屈的时候，那种情绪一涌上来，我们的心就像是被马车碾过的小溪，瞬间泥沙俱下，变得无比浑浊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普通人通常会有2种极端的反应。第一种反应叫做添柴加火，就像我们拿着一根树枝在浑浊的溪水里疯狂搅拌，我们会在心里不断地去想，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该怎么回击他？我好想得到那个东西，得到了我一定会很快乐。我们不断地去幻想，去回味，去抱怨。第二种反应叫做强压泼水，我们告诉自己，不行，我不能生气，我不能有这种龌龊的想法，我要忍住。这种强迫的压制，就像是用双手用力去按住水里的泥沙，你越是用力去按，水花溅得越高，底层的泥沙反而被翻搅得更厉害，最后压抑不住，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，带来更大的反弹与伤害。那真正的修行者遇到烦恼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用的就是佛陀教给阿难的智慧，不去添柴，也不去泼水，只是静静地站在岸边看着。这就叫做观。当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，你立刻在心里提醒自己，你看，我的愤怒升起来了，你看，我的欲望出现了。你不去骂自己，也不去急着压制它，你只要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它现在正在发生，这样就够了。接着，你要把注意力转向观察这股情绪是怎么变化的。你会发现，任何强烈的情绪，它都不会一直维持在最高点，它就像一个波浪，会慢慢升起，然后到达顶点，最后自然而然地退去。你只要不去喂养它，不去理会它，它自己就会走完生、住、意、灭的一整个循环，就像那条小溪一样。只要你不去搅动它，时间一到，泥沙自然会沉淀，你的心自然就会恢复清净。弘一法师曾经说过，恬淡是养心第一法。这种恬淡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冷漠，而是一种看透了事物本质后的从容。既然一切快乐和痛苦都是因缘和合，短暂存在的，
那我们何必去强求，何必去执着？当能够在生活里一次又一次地练习观生灭，哪怕一开始只能维持几秒钟的觉察，但只要你开始练习，你就是在削弱那股执着的能量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力，不需要强迫自己，只要相信不去理会自然消散的宇宙规律，我们就能从这12面照妖镜的动颠倒中慢慢挣脱出来。这就是看破虚妄，找回清净的第一步。好，当我们学会了不在烦恼里添柴加火，我们的心就会慢慢沉静下来。接着，我们要来翻开《楞严经》里这12面照妖镜的第2面胎生。佛陀在经文里说，由因世界杂染轮回，欲颠倒故，和资成84000横竖乱想，如是故有胎相劫难，流转国土。我们刚刚在第1面镜子里说，这个世界最大的特点是虚妄，一切都是短暂的。但到了这第2面镜子，佛陀更进一步地指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特质，叫做杂染。什么是杂染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在虚妄的基础上，我们又自己往里面加了各种爱恨情仇、名利计较。虚妄讲的只是万法皆短暂，而杂染讲的是我们的心在这些会消失的东西里搅和得太深了，就像是活在一个被5颜6色胶水包裹的泥沼里，越粘越紧，越搅越浊。而之所以会被粘住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心里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佛陀称之为欲颠倒。说到欲望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，这不就是贪心吗？其实，佛陀说的欲颠倒，远远比普通的贪心还要深层。它不是单纯的想要更多，而是我们对自己生命本质的一种巨大误解。佛家常说，我们的本源，也就是那个妙明真心，是本自具足的。意思是说，你的心本来就是圆满的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不需要依赖任何外在的东西，就能感到平静与喜悦。可是我们偏偏不认识这个圆满的真心，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心，不断地向外去寻找依靠。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完整，总觉得还差一点。你可以回想一下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念头？只要我找到一个真正懂我、体贴我的伴侣，我的人生就圆满了。只要我熬过这阵子，赚到人生第一个1桶金，我就再也不会焦虑了。只要我的孩子能考上好学校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我这辈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我就能真正放松了。我们总是以为，只要得到某个人、某笔钱、某个地位，我们那颗无处安放的心，就能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。即使是那些已经拥有很多财富、地位很高的人，他们的心里依然会觉得空虚，换了一个伴侣觉得不够好，赚了钱又怕失去，永远在患得患失。这就是欲颠倒。我们把外在那些随时会变化的东西当成了人生圆满的来源，却忘了我们自己的心本来就已经圆满了。因为有了这种不圆满的错觉，我们就会拼命地想要去填补它，于是就产生了佛陀说的下一个阶段，和资成。这个资字用得非常的传神，它就像是胎儿在母体里透过脐带源源不绝地吸收养分一样。在修行上，这个资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我们在心里给欲望浇水施肥。本来心里冒出一个想要买好车、想要换个好对象的念头，只是一颗很小的种子。可是你开始反复地去想它，去幻想拥有了之后会有多威风、多甜蜜。你带着期待、兴奋去回味这些画面，这就是在给欲望施肥。这些被滋养的欲望，最后就会长成佛陀说的84000种横竖乱想。
什么叫做横竖乱想？横的乱想就像藤蔓一样，不断向外横向蔓延。今天想要一辆车，明天想要一栋房。今天希望主管称赞我，明天希望全世界都认可我。心不断地往外攀援，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。树的乱想就像树根一样，死命地往地下扎根。这指的是我们对某一个特定的人事物执着到了极点，比如在感情里钻牛角尖，非他不可，或者对某一次的失败耿耿于怀，在痛苦里越陷越深，反复咀嚼那个怨恨，不肯放手。横向的无尽攀比，加上竖向的死磕到底，这两种力量在我们心里互相交织，互相拉扯。白天为了外在的目标疲于奔命，晚上躺在床上又为了一句不中听的话辗转反侧。我们的心就像被一张密不透风的藤蔓网给死死勒住，根本喘不过气来。这就是第二类众生胎生的枷锁。当我们总觉得生命缺了什么，企图用外在的五颜六色来填补内心的空洞时，我们就已经掉进了杂染与欲颠倒的轮回里。各位朋友，当我们明白自己陷入了永远觉得不够的欲颠倒时，到底该去哪里寻找真正的解药呢？难道真的要把所有的欲望都连根拔起，什么都不去追求了吗？其实佛陀不是要我们变成无欲无求的木头，佛陀真正想告诉我们的，隐藏在一部经典的佛经故事里。在大般涅槃经当中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，叫做贫女宝藏。故事是这样的：从前有一个极度贫穷的女人，她住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破茅草屋里。她没有钱买食物，也没有像样的衣服穿，每天只能拿着一个破碗，低声下气地在街上向人乞讨。有时候讨到一点剩饭，她就高兴得不得了；有时候什么都讨不到，她就只能在寒风中挨饿受冻，哀叹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苦。她就这样痛苦地过了大半辈子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位拥有大智慧的智者经过了她的茅草屋。智者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，语重心长地对她说：你为什么要每天辛苦地去向别人乞讨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就在你每天睡觉的这间破茅草屋的地底下，其实埋着一瓮价值连城的纯金宝藏啊！贫女一开始根本不相信，觉得这怎么可能？但在智者的指引下，她半信半疑地拿起了工具，在自己家里的泥地往下挖，结果真的挖出了一大瓮闪闪发光的黄金。那一刻，贫女恍然大悟，原来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穷人，她本来就拥有无尽的财富，只是她自己不知道，反而白白在外面流浪，乞讨了这么多年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里的破茅草屋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会生病、会衰老、会感到疲惫的肉身，而那瓮地底下的黄金，就是佛陀不断在提醒我们的，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妙明真心。你看我们现代人的生活，是不是就像那个每天出门乞讨的贫女一样？我们总觉得自己内心空空的，缺乏安全感，于是我们拿着无形的破碗，每天向这个世界乞讨。我们向老板乞讨一句肯定，向伴侣乞讨一份偏爱，向社会乞讨一个成功的标签。我们拼命存钱买房，以为有了房屋权状，人生就有了底气。我们在感情里患得患失，以为抓紧了一个人，自己就不再孤单。可是这些外在的人事物，就像别人施舍给我们的剩饭一样，它是会变坏的，是会随时被收走的。一旦公司裁员了，伴侣离开了，投资失败了，我们的心就瞬间崩溃，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。为什么会这么痛苦？因为我们把全副身家，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建立在那些随时会变动的外境上。
弘一法师在出家之前是名满天下的李叔同，他拥有极高的声望，优渥的家境，深爱他的妻子，可以说是拥有了世俗眼光里最顶级的外在财富。可是他却选择在最辉煌的时候放下这一切，遁入空门。很多人替他惋惜，觉得他失去了一切，但其实弘一法师不是失去了，他是真正挖到了自己地底下的黄金。他不再需要依赖任何外在的掌声、物质或情感来支撑自己，他找到了内心那份本自具足的圆满。我们的心本来就像那瓮黄金一样，是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的。它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来证明它的价值，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减少半分。当你能够明白这一点，你的心就不再需要向外去寻找寄托了。你可以去赚钱，去恋爱，去享受生活，但你的心态完全不同了。你不再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乞讨者，而是一个带着满满安全感，在世界上体验人生的富翁。钱来了，你当作是缘分的滋养，满心欢喜；钱去了，你心里很清楚，你生命里最珍贵的宝藏，也就是你的觉性，你的真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当你不再把心寄托在外在的任何事物上，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你，再也没有任何失去能让你彻底崩溃了。这就是破解欲颠倒最究竟的智慧。说到这里，屏幕前的你可能会有个大大的问号。影片一开头不是说有12类众生、12面照妖镜吗？怎么今天只讲了卵生和胎生这2面，剩下的10面去哪了呢？各位朋友，请先包容我今天卖个小小的关子。楞严经里关于这12类众生的开示，蕴含的智慧实在是太庞大、太深邃了。如果在短短一支影片里，把12类众生像爆流水账一样全部塞给大家，那结果只有一个，大家听得头昏脑胀，最后什么都没记住，更别提把这些智慧运用到生活里了。其实，佛陀把卵生和胎生排在最前面，是有极深的用意的。因为这2面照妖镜照出的动颠倒和欲颠倒，正是我们身为人类最容易犯、最常被困住，也是最根本的2大生命痛点。我们现代人每天张开眼睛，要么是在像卵生一样追逐外在短暂的闪电，焦躁不安，要么就像胎生一样深陷在情感和物质的泥沼里，永远觉得内心匮乏。这2座大山如果不先跨过去，后面讲再高深的境界都只是空中楼阁。为了让大家对整个12类众生的轮廓有个底，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分阶段来消化，我们可以稍微来窥探一下接下来的几面镜子，看看我们的人性还有多少隐藏的盲点。比如说，排在第3的叫做失身。佛陀说，失身的本质是复名，也就是趋炎附势，迎合别人。你看自然界里的失身虫类，总是喜欢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向着有微光的地方蠕动。这像不像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状态？很多人到了中年，为了保住工作，为了所谓的合群，活得失去了自己的主轴。我们在职场上攀附权贵，或者在人际关系里委曲求全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。这种为了迎合外界而渐渐失去自我的痛苦，佛陀称之为合颠倒。再往下，第4类叫做化身。化身的特点是退故，也就是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。在人类社会里，这就像是那些戴着面具生活的人，今天在主管面前是一个样子，明天在下属、在孩子面前又是另一副嘴脸。明明心里苦得要命，还要在网络上发炫耀文，假装自己过得很好，岁月静好。
这种为了虚荣、为了伪装而不断切换面具，甚至连自己本来面目都忘记的内耗，叫做离颠倒。除了这前4种，后面还有更微细的执着，比如有色众生，极度执着于外表和物质表象，每天为了容貌老去而焦虑，为了别人怎么看自己而内耗。无色众生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觉得世界一切都没意义，什么都不想管，陷入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死胡同，甚至到了最后几种，像是非有色非无色，非有想非无想，那已经涉及到极度微细的精神盲区与潜意识的拉扯了。这12类众生其实就是我们心念在世间流浪时会走进去的12条死胡同，也是我们面对失去与变故时会产生的12次迷路。你看，光是随便点出这其中的2、3种，是不是都让人有一种被说中痛处倒抽一口气的感觉？当我们走到人生的中场，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，是不是或多或少都当过那个迎合别人的尸身，或是戴着面具的化身？这就是《楞严经》最让人震撼的地方。它不是在讲怪力乱神，它是在做一场无比精密的人性解剖手术。佛陀把这12种迷路的方式分门别类地摊在我们面前，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但也极为真实的宇宙运作法则。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执念，你就会感召什么样的命运。你陷入了哪一种颠倒，你就会轮回进哪一种枷锁。我们常常抱怨命运不公，抱怨自己遇到错的人，选了错的工作，觉得是外在的环境把我们逼到了死角。但如果透过这12面照妖镜去照一照，你就会骇然发现，原来所有的痛苦都不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动颠倒，让我们像飞蛾扑火一样去抓那些虚妄的闪电，是我们自己的欲颠倒，让我们像个乞丐一样拿着金饭碗到处要饭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关进了卵的壳里，粘在了胎的泥沼里。既然枷锁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上的，那么唯一的钥匙也就只能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只把重点放在前2类众生，因为这是万丈高楼的地基，是我们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修罗场。如果你能把卵生的虚妄看破，不再随着外境盲目起舞，如果你能把胎生的杂染看清，找回自己内心本来就有的圆满宝藏，那么后面那10面照妖镜甚至不用等我讲，你自己就能一一击破，因为你已经掌握了这把万能钥匙，也就是那颗不再向外攀求的清净心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轮回的结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全部解开，所以贪多嚼不烂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等到大家把前2类众生的智慧在生活里沉淀发酵了，我们后续的影片再慢慢为大家推出其他的照妖镜，把这12类众生的拼图完整的拼凑起来。所以与其去焦虑那些我们还没有完全参透的境界，不如把目光拉回当下。听完了前面这么多关于虚妄和杂染的深刻道理，你可能会在心里嘀咕，这些道理我都懂，可是回到现实生活里，我还是一个每天要上班打卡，要面对家庭琐事，会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啊。这前面2面照妖镜到底该怎么用在我的真实生活里呢？其实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要你躲进深山老林里，也不是要你每天坐在那里苦苦压抑自己的念头。真正的道场就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里，就在你每一次起心动念的当下。为了帮助大家把佛陀的智慧真正落地，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。这些步骤非常具体简单，
只要你愿意试试看，它一定能成为你生活里的护身符。第一个微行动，不喂养的观生灭练习。我们常常被情绪牵着鼻子走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焦虑。从今天开始，当你发现自己生气了，或是心里突然冒出一股强烈的欲望，比如想买一个很贵但不实用的东西，或是对某个人有很深的执念，请你立刻在心里做这3步。看见它，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：我的焦虑升起来了。不要骂自己，也不要觉得有欲望是很可耻的事，只要平静地承认它正在发生就好。转移注意力，把原本用来胡思乱想的精力转移到你身体的感受上，去感受你现在的心跳是不是变快了，呼吸是不是变浅了，肩膀是不是紧绷的。静静看着火熄灭，不要去给这个情绪添柴加火，不去想为什么，也不要去泼水，不强行压制它。只要你不去喂养它，任何强烈的情绪和痛苦都会像没有柴火的火堆一样，自然而然地减弱、消失。所有的痛苦都是暂时的，你只要相信这个规律就够了。第二个微行动，每天3分钟，寻找你的中性时刻。大多数的人只有在极度快乐或是极度痛苦的时候，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我们的心总是在大起大落里消耗，但修行的重点其实是藏在平静里。每天给自己找3个1分钟的空档，可以是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可以是等红绿灯发呆的时候，或者是泡咖啡的空档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去体会一种既不快乐也不痛苦的状态，去感受这种没有被情绪推着走，不需要追求什么，也不用逃避什么的亲民感。佛家说，这种不偏向任何一边、不染浊的状态，最接近我们的平等性质。当你越来越习惯这种平静，你的心就像有了定海神针，未来遇到再猛烈的风浪，也很难把你彻底打翻。第3个微行动，破除欲颠倒的转念口诀。我们前面说过，人类最难打破的魔咒，就是总觉得有了什么什么，我就完整了。这就是最大的欲颠倒。以后，当你的脑海里又冒出这样的念头，等我赚到100万，我就能安心了。等我换了个好伴侣，我就不会再烦恼了。请你立刻在心里默念这句护身口诀。这只是当下暂时的滋养，它会变化的，根本不可能是永恒的。我真正需要的圆满，早就在我心里了。这不是自我催眠，这是在陈述一个宇宙最真实的客观事实。你可以去努力赚钱，可以去享受爱情的甜蜜，但你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把它们当作生命旅途中的风景，而不是你人生圆满的唯一解药。这3个小小的行动，不需要你花1毛钱，也不需要你改变现在的生活轨迹。只要你在每一次烦恼升起的时候，轻轻地转个念，你就是在一步一步地拆解掉那捆绑了你许久的轮回枷锁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《楞严经》里这12面照妖镜的前2面，聊了虚妄，聊了杂染，也聊了我们心里的动颠倒与欲颠倒。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茫茫轮回里走了很远很远的旅人。这一路上，我们受过伤，流过泪，我们曾为了失去一个人而痛彻心扉，也曾为了一个达不到的目标，一个无法企及的数字而彻夜难眠。生活真的很不容易，对吧？但请你相信，佛陀揭开这12类众生的秘密，绝对不是为了恐吓我们，更不是为了指责我们的执着与无知。佛陀是一片慈悲，他就像一位看着孩子在外流浪受苦的长辈，轻轻地拍着我们的肩膀说：孩子，别再往外找了，你想要的安全感，你想要的圆满，
其实一直都在你的心里啊。万法皆空，但我修心的这条路因果不空。每一次你察觉到情绪升起却不去跟随，每一次你在痛苦中轻轻放下执念，每一次你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因缘和合，你都是在为自己的心灵点亮一盏灯。当这盏灯越来越亮，那12道捆绑你的枷锁自然就会在光芒中慢慢消散。愿屏幕前的你，无论现在正经历着什么样的低谷，无论心里藏着多少委屈与不甘，都能够在今天这段影片里找到一丝丝的平静与力量。记住，你不需要向这个世界乞讨任何东西，因为你的那颗妙明真心本来就是具足一切的宝藏。如果今天的内容有那么一句话触动了您，或者您现在心里正挂念着某个人、某件事，我非常诚挚地邀请您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是一段为自己、为家人的祈福，一句简单的愿大家平安喜乐，或者愿我能放下执念，找回清净，都能够在这个喧嚣的网络世界里凝聚成一股强大且温暖的正向磁场。当我们把这份慈悲与善意传递出去，这份光芒最终也一定会照亮我们自己的路。哪怕只是一张早安图，一朵贴图的莲花，我都非常期待看到您的足迹。最后，如果在今天的分享中，您找到了哪怕一丝丝的共鸣与平静，欢迎您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您的每一个关注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，也能让我们在未来的修心路上继续相伴。感谢您今天抽空陪伴我，一起走过这段旅程。祝愿大家心无挂碍，自在欢喜。我们下期影片再会。